川书成单亲妈妈，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个白眼狼，每天作妖就是想到他爸身边。女人直接把孩子扔还给他爸，让他们父子去相亲相爱，自己过着潇洒人生。看着眼前哭嚷着要找爸爸的5岁小屁孩，苏月决定让剧情提前点。这种白眼狼谁爱养谁养。苏月拉着苏锦来到简氏集团的大楼，指着楼内大唐报刊的封面说道：“那个就是你爸爸。”封面上正是小说男主，也是简氏集团的掌权人简北辰。简氏集团的保安很尽职，看苏月领着小孩在门口徘徊，便来询问：“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”苏月摆手表示没事，便拉着苏锦走了。他的身份便是预约也见不到简北辰，所以只能走昨日找好的路线，绕过前头走到后面地下车库。苏月拉着苏锦往他昨日找到的狗洞那处走，突然身边的苏锦不走了，并且松开了他的手。苏锦小脸绷紧，眉头紧锁。他从身后的书包拿出用作业纸包的信封，这是2000块。昨晚苏锦数了很多遍，正好20张。他想清楚了，找爸爸的钱可以再攒。苏月需要买手机就买。苏月挑了挑眉，从前天下午吵架过后，他就没搭理苏锦。这小霸王的性子，原主搞不定他绝对不惯着。见苏月接过信封，苏锦眼中带着委屈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要把我丢掉？那个人不可能是我爸爸。姥姥说我爸爸是个穷小子，在工地做力气活。”苏锦没看清杂志上男人的脸，他明白能够被采访都是成功的人，这一定是苏月找来糊弄他的。你姥姥说话不可信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苏月说着，继续拉起苏锦的手往东边走。苏锦想了想，也是苏月没有骗过他，找到了就是这里，领着苏锦钻过狗洞，躲着巡逻的保安人员。苏月到了地下停车场，找到男主停车的位置，拉着儿子坐在一个柱子后面，小声交代道：“爸爸的条件比妈妈好，以后你有什么需求便和爸爸直说，他会答应你。”苏月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了车子驶近的声音，他没再说话，专心起身去看是不是男主到了。此时苏月没注意到儿子皱巴巴要哭的表情，苏锦明白了，苏月要将他送给爸爸，是真的不要他了。虽然之前他一直要找爸爸，但是却没想过离开苏月，即便这个妈妈遇到事情只会哭。苏锦刚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便被苏月扯了出来。来的车正是男主那辆，一身黑色西服，干练整洁，露出精致立体的五官。若说长相和男主有7分像的苏锦是小天使，那么简北辰便是谪仙一般的人物。简北辰这样的人物出行皆有保镖在侧，所以在苏月拽着苏锦出来的瞬间，便被保镖拦住了。男主对突然冒出来的人并不关心，简北辰看都没看便走了，这让苏月不得不喊出来：“简北辰站住！”那人脚步连顿都没停顿一下，压的果然是对女配不假辞色、冷血无情的狗男主。你是不是不认儿子？这句话让简北辰停下了，活到这么大还没有哪个女人敢来搞这种事。商界谁不知道简北辰从不玩女人，这时候冒出一个女人来让他认儿子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简北辰嘴角泛起冷笑，转过来走到苏月跟前道：“不要和我玩这种把戏，诽谤会付出代价的。”苏月丝毫不惧简北辰的气场，抬了抬下巴说了个地名：6年前古水河畔酒店腿根红色水滴。听及此，简北辰眼神顿时如墨色深沉，眸底深处情绪翻涌。当年的确和一个女子在那里发生了关系，那时他被对手下药，对方试图让自己名誉扫地，他找机会逃脱了，然后遇到一名女子，神志不清下发生了关系。第2日醒来只剩下他一人，本以为是圈套，结果那女子却迟迟不露面。苏月又将一个纸条拍在简北辰手中道：“你儿子你可以做 DNA 鉴定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过后联系我，咱们解决一下后续问题。”说完，苏月弯腰捏了捏一脸傻气的苏锦脸蛋道：“这就是你爸爸妈妈说到做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”干净利落的交代好事情，苏月转身走了。在旁的2个保镖哪里敢拦着，他们恨不得没长耳朵，老板的八卦听不得。简北辰这才仔细去瞧女人身旁小孩子模样，他没注意到苏月已经走了，因为男主正看着苏锦的脸陷在震惊中。苏锦也是同样的反应，对上简北辰的脸，他有些相信眼前的人是爸爸，可他现在不想要爸爸了，早知道就不说要找爸爸的话了，妈妈一定认为是他要爸爸不要妈妈。想明白的苏锦决定和妈妈解释清楚，扭头一看，苏月人已经走没影了。从未和母亲分别过的苏锦慌了，妈妈说他是男子汉不能哭，可是他要找妈妈。苏锦最后将希望放在简北辰身上，他搂着自己的小书包吸了吸鼻子道：“我惹苏月生气了，你能帮我求情吗？”简北辰看着面前的小男孩，心绪极为复杂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什么。先上车，苏锦抱紧书包，虽上了车，但眼底充满了对简北辰深深的戒备。简北辰看向窗外，食指拇指交错摩搓，神色晦暗，莫名在思考着什么。2人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就这样，车子重新驶出地下车库，苏月将苏锦留给简北辰便离开了。作为男主又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苏月很放心让苏锦待在简北辰身边。无论是原主还是现在的苏月，最放不下的唯有这个儿子。如今将苏锦安顿好，虽然心有不舍，但惆怅过后更多的是轻松。对苏月来说，川叔当了孩子妈，这无疑是一场人生大变故。眼下算是给了他一个喘息放松的时间。拿着信封里的钱，他准备先去买个手机。另一头，简北辰从停车场直接驶离了公司，他去了简氏集团旗下的一家私立医院。在医院门口，院长接到电话，早就等着了。车内的简北辰顺着窗子递过一个文件袋道：“亲子鉴定，下午我要知道答案。”在院长的连连应是声中，简北辰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苏锦在妈妈离开后上了简北辰的车，出了公司到医院，再到高级公寓楼。苏锦全程不哭不闹，只是目光看着窗外，眉头紧紧皱着。简北辰给苏锦倒了一杯水，放在他面前，报告此刻还没出来，但直觉告诉他，这个孩子很大可能是自己的儿子。苏锦一个5岁的小孩，却展现出大人一般的冷静道：“我想一个人待着，没确定你是我爸爸之前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”简北辰答应下来，带着苏锦去卧室休息。之后父子俩再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。到了下午，院长亲自开车把报告送来，看着纸张上写着的符合遗传规律，概率大于99.9%的字样，简北辰有些恍惚，既没有为此感到难过，也没有多开心，这是他从没有想过的事情。但不可否认，他初次见到苏锦，便有种说不上来的亲近感。简北辰揉了揉太阳穴，起身到屋子里将苏锦叫了出来，然后将亲子鉴定报告给了他。
苏锦接过来仔细看了起来，片刻之后，苏锦绷着小脸将报告放在桌子上道：“我看不懂，再早熟也只是个5岁的孩子。”报告上各种基因点符合等等列表，他完全不明白。简北辰眼中闪过一抹笑意，说出结论：“我是你爸爸。”本想让自己说话声音听起来柔和些，但从未和孩子相处过的他，说出来的语气反而听着别扭。苏锦并没有注意这些，他眼神看向简北辰，仔细的盯着，像是要把模样记心里良久后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可以送我回去找妈妈了吗？”这时突然门铃响起，张特助手里拿着一叠资料来了。简北辰站在门口没让人进来，他接过张特助手中文件，快速吩咐道：“将明天会议和工作都推掉，后日议程暂定，等我通知。”然后不等张特助说话，门啪的关上了。张特助很是惊奇 ，boss 撇开工作忙私事，这还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。手拿资料的简北辰没有去苏锦房间，他特意拐到阳台先看了苏月的资料。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食品公司当文员，日常生活3点一线。资料里的苏月没什么特别，普通人的生活便意味着穷。简北辰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想要钱。想到这里，简北辰拿起手机，对着纸条上的号码给苏月拨了过去。苏小姐你好，我是简北辰。苏月此刻正在吃饭，知道对方这个时间给自己打电话，便是已经确定了苏锦的身份。明天上午10点，丽水小区3栋202，咱们见面谈。简北辰答应爽快，眸底幽深暗涌。他还想再试探一下苏月态度，却听到话筒那头传来忙线的声音，自己被挂电话了。简北辰有些争冲。苏月拿粥不小心洒到地上，手忙脚乱收拾完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按断了通话。想来也没关系，他和简北辰没什么可寒暄，明日见面再谈便好了。和苏月通完电话，简北辰到屋中和苏锦说道：“明日我带你去见他。”苏锦点点头，严肃的小表情和简北辰简直一模一样。简北辰莫名心软了一些，第一次有和一个小孩子说话的心思。可以和我说说你这些年的生活吗？苏锦皱着眉头看简北辰的目光充满了戒备。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之前不知道我，以后也不要知道。简北辰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儿子对自己竟然是有敌视的态度。可是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妈妈送你过来就是要把你给我，以后你都会和我生活在一起。苏锦拿起桌前的水杯向简北辰丢去，你骗人才不是！偏头躲开水杯的简北辰皱眉，语气冷冷道：“苏锦，你这叫没规矩，你妈妈没教过你吗？”苏锦愣了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然后大喊：“用不着你管我！”说完跑回之前所待的卧室，将门反锁了起来。简北辰太阳穴隐隐发胀，松了松领带，坐在床上拨弄着头发。他根本不会和孩子相处。过了许久，简北辰敲了敲门道：“出来吃饭，明天我带你去找他。”见屋子里迟迟没动静，简北辰又道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妈妈。”威胁的话说完，门被打开了。苏锦眼睛通红，冷着小脸走出来，坐在餐桌上，面无表情的吃着东西。简北辰捏了捏鼻梁，这比他开一天会议都要累。这边父子俩针尖对麦忙，另一边苏月吃了午饭后便醉心于网络世界，因着身体生病，苏月存的年假这回一下都用了。他请了5天，这是第2日。苏月虽然缺钱，但这个工作他不打算继续做下去。苏月前世在时尚圈，华夏国的服装设计领域可谓是独占鳌头。在网上，苏月特意查阅了资料，国内要举办服装设计比赛，前3名有奖金，夺取第1名还可以前往国外进修，这是一个提升自身的机会。待明日见完男主，他得想办法看看如何能参加这次比赛。当晚，苏月一夜无梦，躺在床上的苏月睡得很好，殊不知他儿子长相随了男主，那倔脾气却是10成10的像他。昨日定好了9点出门，早上7点苏锦便起床，坐在客厅，背着自己的小书包乖巧的等着。他也不催简北辰，就坐在那里盯着。简北辰走到哪里，他的视线就落到哪里，只要简北辰和其对上视线，就能看出苏锦那脸上满是什么时候走的表情。最终拗不过苏锦，父子2人在7点50分出了门。这一趟简北辰没有带保镖，西服口袋装着早就备好500万余额的银行卡。他想只要苏月不提过分的要求，他都可以答应。孩子还小，脾气秉性可以重新引导，不能跟在苏月身边被养歪了。苏月居住的地方是个老小区，来到自家住的小区，苏锦便认得路了。他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。他走在前，一路小跑到家门口，想起苏月把自己丢下的举动。苏锦站在2楼楼梯拐角处不动了，他等着落后的简北辰过来敲门。小孩子的情绪都写在脸上。简北辰想起初见时儿子让自己帮忙求情的话，他心想苏月在孩子心里还是比较重要的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可以让一步。然后简北辰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，敲了第3次门无人应后，简北辰看了眼苏锦道：“不在家。”苏锦提出了解决办法，打电话。一大一小极为相似的脸，简短的对话，语气竟然都差不多，说不是父子都没人性。电话没打通，语音提示对方关机。约在上午10点，现在8点35分。简北辰想和儿子讲道理，是他们来早了，现在应该回到车上，等到了约定时间再来。可苏锦压根没有对话的意思，他抱着书包坐在门口，看都不看简北辰。对一个5岁孩子，他能劝什么？揉了揉太阳穴，简北辰站在一旁跟着等起来。过了半个小时，苏月手里拎着吃剩打包的早餐回来了。苏月扫了眼简北辰，蹙着眉头打开门道：“不是约10点吗？”简北辰从苏月出现便观察着他，对方没有他想象的那般殷勤讨好，而这般冷淡的态度，在简北辰看来是另外一种要钱方式罢了。随后苏月说了一句稍等，然后自己进了屋，没有招呼他们进来的意思。过了5秒不到，苏月拿出个文件袋递给简北辰道：“这是苏锦出生证、育苗本等一些证件，需要我办理什么手续，打电话通知就行。”说完，苏月把门关上了。一旁的苏锦看苏月不搭理自己，想起对方还在生气，他抬头看了眼身旁的简北辰，父子俩四目相对，大眼瞪小眼。苏锦表情难掩怨念，明明说要给他求情的结果一句话不说。苏锦越想越伤心，难过的抽抽搭搭起来，这样他也不忘埋怨简北辰真没用。简北辰无奈再次敲了敲门：“苏小姐，我想咱们需要谈谈。”关上门的苏月听到外面简北辰的话，又转身打开门，面无表情道：“进来吧。”终于得以入室的简北辰不着痕迹的打量着
屋内不大却很整洁。简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先让我与苏锦单独说话。苏月起身看着苏锦道：“跟妈妈去里屋。”苏锦想梗着脖子说不去，可苏月并没有给他傲娇的机会，他想表达叛逆，可没人看。苏月已经进到里屋去了。苏锦瘪了瘪嘴，将书包放在茶几上，跟着去了里屋。简北辰手指放在腿上，有节奏的敲着，他也不去想苏月要做什么，无非是为了多要2个钱罢了。他视线落在了电视后面的墙上，这里挂满了照片，全是母子2人的合照。他起身走过去看了起来，看着照片中极像自己笑容灿烂的孩子，简北辰眼底带有一丝柔和，他已经接受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这时房门打开，苏月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简北辰看了眼时间，不知不觉竟然过去了20分钟。苏月径直走向简北辰，态度平淡地说：“咱们去阳台谈吧。”简北辰眸色微暗，划过沉思，随后跟了过去。苏锦跟你过，每月我需要有2日的探亲权限，当然如果孩子愿意来，你就送他过来我这边，若是他不愿意也可以免了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可以提？苏月耐心用的差不多了，刚才劝便宜儿子他嘴巴都说干了，不想和男主再多浪费时间。简北辰从怀中拿出卡放在桌上道：“这是500万，作为这些年你养育他的辛苦费。”苏月不客气利落的接过来，他会把钱存起来以后给苏锦。关于孩子监护人的问题，需要我签字的话，最好提前1日联系我，一切手续我都会配合。苏月很好说话，他只是想将便宜儿子安排妥当。简北辰应了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苏月手指轻轻晃了2下，心中沈然。男主约莫以为他会狮子大开口，如今这样好说话，反倒觉得他这边有诈。只有一个要求，对孩子好。这孩子跟在我身边吃了不少苦。苏月说完站起身，伸出手，简北辰回握，2人算是达成了共识。苏锦不想跟简北辰走，是苏月劝着说，他去跟父亲接触一段时间，住上10天半个月，到时候回到幼儿园，别人就不会再说他没爸爸。苏月还说，妈妈，这是你永远的家，随时可以再回来。在苏月看来，苏锦就是自小没有离开过妈妈身边，只要去了男主那里，发现生活更好，小孩子玩得开心，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回来了。若是苏锦哭闹要回来，只能说明孩子在男主那里过得不好，他接回身边照顾也可以。苏锦其实没什么东西，苏月刚刚就是忽悠苏锦去收拾东西，方便他和简北辰谈话。结果等他回到房间后，发现这孩子把床头柜掉落的一个角都装进了行李箱，什么台灯、省手机壳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。苏小锦，你要不要把承重墙带走？听到苏月的问话，苏锦抬头呆愣愣的呀了一声。只见苏锦把小海豚行李箱里的东西推了推，愣是挤出一个角落，他拍了拍空处道：“承重墙是什么？还有地方也可以带。”苏月扶额无言。承重墙对小孩子来说的确是个难以理解的词。离开的时候，苏锦不愿意走，他想吃完晚饭再去爸爸那里，但苏月没有买菜，也不想面对男主那张冰山脸。不行哦，妈妈还有事情，让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？苏锦撅撅嘴，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，他是想让简北辰帮忙说话，结果简北辰却拿过行李箱道：“走吧。”苏锦闷闷不乐的跟着离开了。走的时候眼巴巴往回看，心想自己在那里最多住10天，然后就回来找苏月。苏月离了他根本不行。开车的简北辰看出了苏锦的低落，孩子很依赖母亲，想起苏月利落收了500万，又干脆的交代好事情的样子，简北辰眉头微微皱起。在商场中，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是隐藏最深的，看起来做事情光明磊落，实际上暗地里手段极多，心思难测。苏月本以为自己的态度会让男主有个好印象，哪里会想到自己这般问心无愧之举，反倒让男主心生忌惮。送走苏锦后，苏月把原来的工作辞了，接下来得为参加比赛做准备了。这个世界时尚服装方面，他还有许多资料要看。然而这样的日子，苏月只安逸的过了3天。第4天中午，苏月刚吃完饭，便收到了一通陌生电话。苏月接起来后，电话那头传来苏锦的哭声：“妈妈，带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呜呜，你快来接我哇啊！”话筒里苏锦哭得撕心裂肺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儿子，你先不要哭，告诉妈妈你在哪里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？苏月边说边起身往门口走去。苏锦是个极为坚强的孩子，能让他哭成这样的情况，在原主的记忆里几乎没有。电话那头的苏锦哭声一顿，然后带着哭腔继续道：“不知道在哪，呜呜，没关系，妈妈现在去接你。妈妈知道你在哪，妈妈等下就到。”苏月安慰着儿子，电话突然被挂断了。听着话筒里的忙音，心下一沉，再次拨打过去，那边传来忙音打不通。他翻了翻通话记录，找到了那日男主约他见面时打来的号码，回拨过去显示对方手机关机，电话打不通的苏月套了件外套，出门打车奔着简氏办公大楼而去。此时简北辰坐着飞机刚刚落地，就在苏月挂断的后1秒，他拿出手机关掉了飞行模式，随后坐上加长豪车后向公司驶去。出租车内的苏月仔细回想着剧情，对于可能出现欺负苏锦的人，他没有半分眉目。苏锦为什么会哭？在他身边时，原主的母亲那般对待苏锦，小包子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。越想越浮躁的苏月心里渐渐有了气，抱着养不好孩子你就还给我的心态。苏月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简氏大楼。简北辰是简氏集团的老总，所以苏月对着前台说要见简北辰时，前台小姐露出带有职业素养的假笑：“请问小姐您有预约吗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暂时无法为您联系简总。”知道对方把自己当成想一步登天的女子，苏月气得垂了下手。她拿出手机打算再打电话试试，刚翻出号码就看到门口一群穿着西服的男子。随后苏月看见了后方进来的男主，他正往总裁专用电梯走过去。前台小姐看到苏月的视线，默默拿起了对讲机，打算苏月如果有奔向总裁的动作，就立刻呼叫保安。苏月大喊了一声简北辰，前台小姐听到苏月这一嗓子，本以为自己会看到简总头也不回的离开，谁知道听到呼唤的简总竟然转身朝这边走了过来。苏月带有质问的语气说道：“手机为
为什么打不通？才下飞机，简北辰面无表情，他在想苏月来公司做什么？这才4天便坐不住来要钱了吗？大庭广众下，对方毕竟是苏锦的母亲，想到这点的简北辰到办公室去说。苏月哼了一声不必，然后冷着声道：苏阳在哪里？简北辰皱眉不言语，看着苏月的眼神带有审视。苏月气结，这人好意思这个眼神看他压低声音道：这边过来说，然后率先走向了总裁电梯那边，只有那处人是最少的。简北辰随后跟上，他倒要看看苏月想做什么。两人来到墙边，苏月快速说道：刚刚苏锦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接他回家，通话到一半电话就断了，我再回拨过去就打不通了。我把儿子交给你是认为你能够好好照顾他，这才几天他就哭着给我打电话，快点将地址告诉我，我要去见苏锦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苏月越说越气，到最后语气带上了训斥。简北辰一直都是没什么表情，只是随着苏月的话，他眉头越皱越深，这在外人眼里就有些不对味儿。这小姑娘是在骂简总吗？瞧着那小姑娘嘴巴一直不停地说着话，而简总虽然脸色难看，却没有回过嘴，蹙眉听着。众人猜测纷纷，只见那位小姐走出了公司，简总紧随其后，二人走了，热闹没了。苏月对简北辰说了一堆话后，简北辰薄唇抿了抿，说了苏锦所在别墅区的位置。知道苏锦的位置，苏月便不在男主这里耽误时间，径直越过了对方往外走去。简氏集团不好打车，苏月拦了好几辆都是有客的出租车，一辆黑色豪车停在苏月面前，车窗摇下，坐在里面的是简北辰。上车，苏月双手抱臂没有动，他现在看男主很不顺眼。正巧这时后面有一辆空的出租车，看着苏月往后走的动作，简北辰快速道：别墅区不许外车进入，出租车停的位置还需要步行20分钟才能到。苏月动作一致，转身拉开车门上了简北辰的车。简北辰语气淡淡的道：苏锦的手表定位仍在别墅区内，安全肯定没有问题。苏月闻言心里松了口气，他转头看向窗外，一言不发。见苏月没有说话的意思，简北辰拿起一旁的文件看了起来。二人就这样一路无言到了苏锦所在的别墅前，大门开启，苏月坐着简北辰的车一路驶进院内屋门前。简北辰从右侧先下车，苏月紧随其后。指纹门锁识别过，后门一打开，满屋狼藉。宽敞明亮的客厅里，桌椅歪歪倒倒，地面上许多瓷器碎片，几名佣人在收拾卫生，还有许多佣人唤着小少爷满屋寻找。佣人们看到简北辰回来了，齐齐停下，叫着先生好。简北辰眼底带着怒气，沉声问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人呢？经由管家的解释，苏月清楚了来龙去脉。苏锦来到简北辰身边后，表现得很乖巧，7点起床9点睡觉。父子俩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，相处的还算是融洽。昨晚简北辰要去 B 市参加活动，害怕苏锦孤单，便找邻居的2个孩子来别墅陪苏锦玩。3个孩子在房间里突然打起来了，佣人们见状赶紧将3人分开，另外2个小男孩回了隔壁。简北辰和苏月赶到时，佣人们刚发现本该在房间里的小少爷不见了。苏锦，妈妈来了。苏月先是在1楼喊了2句，然后往楼梯上走去。听到这个称呼，佣人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偷偷去瞄苏月。先生这个人从来没有领女人回来过，结果前几日突然领回一个儿子，这让大家惊讶极了。而今日他们终于看到了小少爷的母亲。苏月刚上到一半的楼梯，就见苏锦从2楼飞奔而来，一下扑到了苏月的怀里。妈妈来了，不怕不怕。苏月安抚地摸着苏锦的头，然后检查着儿子身上有没有伤，除了衣服皱了，头发有些凌乱。苏月将苏锦的胳膊腿肚子等处都捏了捏，见小包子没有躲闪，便知道是不同的没有受伤。苏月双手捧住苏锦的脸蛋，然后将他的头从他怀中抬起，只见苏锦因大声哭嚎而把脸憋得通红，但他面上却一滴眼泪没有。发觉自己正面对上苏月后，苏锦左右晃了2下，挣脱开苏月的手，把头埋在苏月的怀里不肯露脸。苏月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一把抱起小包子，下了楼梯，坐在沙发上，手一下下拍着苏锦的后背安抚着。简北辰也走了过来，坐在苏月的对面，看着自家儿子的后脑勺，他眉头皱得死紧。苏锦为什么和周平、周安打架？在苏月怀里的苏锦鼻子哼了一声，撅了撅屁股往苏月怀里靠得更紧，对便宜爸爸的话不回答。儿子告诉妈妈为什么和周平、周安。说到这里，苏月顿了一下，等等，这名字。这时门铃声响起，管家从可视门铃屏幕中看清来人后，连忙到简北辰身边说道：先生，隔壁周太太领着孩子过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简北辰虽然只和儿子相处了3天，但他能看出来儿子是个倔脾气，既然不想说，那他就问问另外2个当事人。苏月转身看向门口，一名身穿黄色连衣裙的卷发女子领着2个男孩走了过来，这2个孩子应该就是周平和周安，是他穿越到这本后妈文里女主的双胞胎侄子。待母子3人走近后，苏月拍着苏锦后背的手顿了一下，这2孩子脸上的伤不会是苏锦打的吧？周家这对双胞胎比苏锦高出半个头，2个人更是比苏锦胖1圈，若是打起架来，就算1对1，苏锦也该是受伤的那个。怎么双胞胎兄弟反倒挂彩了？周家和简家是老邻居了，7年前周家老太爷病故，周家随后举家搬去了国外。简北辰和其并不熟悉，之所以接双胞胎兄弟过来玩，是范雪也就是他们的妈妈看到简北辰领回来了个孩子，碰面时提了一嘴，说他家2个小孩子自小在国外长大没有玩伴，有空可以让那孩子来玩。简北辰看周家打扮4小绅士的兄弟俩，想到苏锦在别墅一个人玩，就顺势做了邀请。简先生，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闯祸了？回来之后这2人谁也不理谁，问是怎么回事也不说话。闻言简北辰看了眼苏月怀里的苏锦，苏月听范雪所言眉尾微挑，女主的大嫂是个情
商很高的人。这么说，一来不得罪简家，二来还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若真是简家有错，随后他再表达态度也不迟。范雪对着周平、周安美人的后脑勺拍了一把，严厉地斥责着：在简叔叔面前，你们两个臭小子还不说是怎么回事？兄弟俩对母亲很不服，他们也不怕范雪，但对面前这个简叔叔却有些心里打颤。若不是妈妈在家里非要他们来简家玩，他们一点也不想过来。简北辰话语温和，带有一丝不容置疑。周平、周安告诉叔叔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吗？两个小孩子不敢像对范雪那般不理睬。哥哥将苏锦的玩具弄坏了，非说是我弄坏的，不是，我是弟弟弄坏的。在两个孩子只言片语的对话中，苏月大概捋清了事情的发展。玩具坏了，兄弟俩谁也不承认，你一句我一句。最后苏锦说：“你们打一架吧，谁赢谁说的对。”然后兄弟俩打起来了。佣人过来看到三人扭打成一团时，其实是苏锦在拉架。佣人们以为是三个孩子闹矛盾了，当着大人的面，兄弟俩也不好意思说打架原因，便互相置气回家了。弄清楚来龙去脉后，范雪闹了个红脸，来时那么说只是客套，没成想真是自家两个儿子在捣乱。本想能得简家的人情来卖个好，现在竟然成了这样，还不赶紧道歉？瞧瞧你们把这屋子弄得这么乱，来做客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周家兄弟俩眼底闪过迷茫，他们打架也没碰到东西啊，还是他们没注意？两人一起低头说着对不起。在这期间，苏月怀里的苏锦全程埋着脸，头都没有抬，都是5岁的孩子，苏锦显然更加降重，大人的介入并不能改变他的态度。苏月想让苏锦转过来，让他面对着兄弟俩。苏锦嘴里喊着妈妈，手死死搂着苏月的脖子不松开，这声称呼让范雪心中一惊，她以为抱着孩子的是小保姆，没想到竟然是亲生母亲。苏月让儿子坐直，苏锦偏偏往苏月怀里钻，搂得紧紧的，小孩子滑得像个泥鳅，一通折腾愣是让苏月额间出了层薄汗。范雪看着苏月和苏锦的互动，想要和苏月说句话试探的机会都没有，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，也不好待在一旁傻站着。范雪提出了离开，简北辰让管家相送。苏月是故意冷着范雪，她看出对方有想和自己说话的意思。女主大嫂这个生物，作为女配，她既没兴趣又不想搭理。苏月起身对简北辰说道：“这孩子犟劲犯了，我先带他到2楼房间里和他私下说说。”说完，苏月便走了。在客厅的简北辰打开一旁的笔记本，整个别墅内的影像都出现在屏幕里。另一头，范雪没空管自己的2个皮小子，她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房间给小姑子发消息：“强强什么时候回国？大嫂，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就回去。”看着小姑子的回复，范雪收起手机，趁这段时间自己正好观察隔壁的情况。房间内没了外人，苏锦终于舍得松开了自己的手。苏月双手抱臂，靠在屋墙，居高临下的望着苏锦说道：“怎么不演了？”苏锦手指抠着床单，视线左瞟右瞟，就是不敢对上苏月的眼睛。他们兄弟俩打架是你撺掇的吧？这小霸王在幼儿园拳头硬的。苏月以为是苏锦和周家兄弟2人发生摩擦，没想到这个小霸王不武斗改文斗，用一个玩具就将兄弟2人给离间了。沉默片刻的苏锦开始装傻：“苏月，这里的小孩子都好可怕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”说完又用力挤了2下眼睛，可惜挤不出眼泪。听完这句话，苏月可以确定了，自己猜的没错，搞出这些的事儿的小包子，最终目的就是让自己带他走。真不愧是男主的儿子，才5岁就能搞出这么多事情，一环扣一环的。见苏月定定的看着自己，苏锦努努鼻子，苏月现在一点都不好骗了。我想回家，苏月，我想回家，我已经知道爸爸是谁了，也相处过了，可以回去了。苏锦躺在床上来回滚着，滚累了就停下歇会，然后再接着滚。他心里不明白，为什么以前对妈妈管用的招数，现在都不好使了。苏月在旁冷眼看着苏锦耍熊。这时屋门被敲响，简北辰站在门口。苏小姐，看简北辰明显有话说的架势，苏月跟着出了房间。他让苏锦在屋子里老实待着。来到书房，简北辰将视频录像调取了出来，在电脑前，苏月完整的看到了便宜儿子耍心眼的全过程。他扫了眼简北辰，小时候他可没这样，定然是随男主。简北辰蹙眉道：“小年纪不该这般心性，苏小姐，苏锦需要严厉管教。”苏月点头，简先生说的对，他很认同简北辰的话。苏锦很聪明，他需要正向的引导，只是在想着如何教育孩子的同时，简先生是否应该让自己先当一名合格的父亲。这才3天而已，苏锦就闹着要回来，可见在这个别墅里，没有让苏锦有半分留恋的地方。对于苏月的反问，简北辰神色深沉，他哪里知道怎样当一个好父亲？苏锦做这些只有一个目的，他要我带他走离开你的身边。简北辰黑了脸，这模样若是让简氏集团的管理层看了，必会吓得战战兢兢。苏月不是简北辰的员工，对于男主的冷脸他丝毫不惧。最后总结一句道：“你想好好教育苏锦没问题，关键是你现在留都留不住，谈何教育？这3天的时间里，我不知道简先生都做了什么，但现在结果很明显，苏锦不喜欢你。”苏月这一顿输出听得简北辰心里凉飕飕的。苏月说的每一句话都化作利剑扎的简北辰千疮百孔。在商场上能言善辩的简总，此刻嘴唇微动，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眸色晦暗，眼底闪过一道极快的幽光。简北辰不缓不慢开口道：“我想请苏小姐帮个忙。”说着，简北辰从怀中掏出支票，在上面填了数额，放到苏月面前。支票金额是100万。相较于霸总文中动辄千万上亿的支票来说，此刻苏月眼前这100万支票显得是那样朴实无华。希望苏小姐能劝苏锦留下，其余我自有办法。这是苏小姐的辛苦费。苏月挑眉拿起支票看了看，简北辰见苏月拿起支票的动作，心中暗道对方果然贪财。苏月反问：“这100万是我的了吗？”简北辰点头。苏月哦了一声，然后将支票推回男主跟前道：“这是我的食宿费，简先生收好。今晚我和苏锦住一个房间，我会好好劝他，希望简先生把握住机会，莫让我白费力气。”望着苏月起身上楼的背影，简北辰忍不住磨了磨后槽牙，抓起支票团作一团丢进垃圾桶。很久没人让简总有心梗的感觉了，因为兄弟俩打的这一架，苏锦到现在午饭还没有吃，他捂着咕咕叫的肚子，跳下床，从底下的行李箱拿出一袋小饼干，刚撕开袋子就听到敲门声，苏锦立刻将饼干塞到枕头下面。
装作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。下楼吃饭，苏月没什么表情，说话也看不出喜怒。苏锦内心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家去。他跟在苏月身后下了楼。楼下餐厅内，简北辰已经坐在了桌前，苏月坐在一旁。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毕竟自己交了100万的食宿费，只是心里有些惊讶，简北辰竟然没有离开。苏锦到苏月旁边坐之前，将椅子往苏月那边推了推，母子两人靠得更近了些。然后苏锦拿起筷子和碗自己吃了起来。5岁的苏锦吃饭很规矩，不会将食物弄得哪里都是。简北辰不喜欢小孩，但他不讨厌苏锦，自己亲儿子一方面主要也是性格原因。苏锦这几日来不吵不闹，吃饭睡觉不用哄，说起话来跟大人一样。这样的苏锦让简北辰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回家？他们之前不是相处的挺好吗？如果苏月知道简北辰的想法，一定对其啐一口，真当孩子那么好养的吗？一顿饭3人吃得非常安静。苏月吃饱放下筷子后，苏锦赶紧咽下嘴里的菜，然后也放下了筷子。他视线紧盯着苏月。简北辰早就吃完了饭，他坐在原处没有走。苏月拿着餐巾擦擦嘴角后对苏锦道：“再住一阵子。”听到这话，苏锦嘴巴立马撅起来了。为什么我不想待在这里？我已经在这里待大半个星期了。你不是一直想找爸爸吗？留下来多和爸爸相处不好吗？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也该在爸爸身边陪伴尽孝。苏锦表示很不开心。我还想长大再尽孝。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养过我，妈妈养过你。妈妈说的话你不听了吗？母子2人的对话全都似冷箭一般射向简北辰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可完全插不进母子2人的对话。这时简北辰的电话响起，是秘书打来的，说史密斯先生马上要来集团了。这是简氏集团今年最大的跨国合作，此次相见会谈关乎合同敲定与否，所以简北辰必须在场。挂断电话，简北辰刚说了一个5字，那边的苏锦已经变成了哇哇大哭。再问苏月是不要他了吗？在母子2人跟前，完全没有存在感的简北辰闭上了嘴巴。他拿起外套出了屋子，对身后的管家吩咐让他看着点苏月和苏锦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上10点了。这个时间苏锦应该入睡了，但今天他没有。简北辰回到宅子后，看见苏锦端着托盘往楼梯上走，上面有一杯柠檬水。佣人张开双手，小心的在后面护着。听见开门声，苏锦回过头，看到简北辰后，嘴里说一句：“你回来了。”这就算是问候了。说来简北辰还没有听到苏锦叫他一声爸爸，一开始以为是苏锦不好意思，现在看来分明是对方没有接受自己这个父亲。看着小小身影上了楼，简北辰又向管家询问了一下下午的情况，随后便解着领带也上了楼。另一头的屋内，苏锦端着柠檬水放到苏月手旁，说道：“苏月他回来了。”专心学习的苏月反应了2秒，才弄明白苏锦口中的他是指简北辰。苏月放下笔，转了转脖子道：“居然10点多了，你上床去休息。我回来之前要是发现你没睡。”苏锦举手道：“我能睡着，我困了。”苏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起身出了房间。他去敲了简北辰的门，苏月敲了2下门，里面无人回应，心里想着那就明天再说。转身刚走2步，咔嗒一声门开了，简北辰穿着浴袍，手拿毛巾擦着湿发，歪头看他，这让人窒息的可怕场景。苏月倒退了一步，他想起了书中有一个桥段，女配敲门表露爱意，说着要给儿子完整的一个家，然后搂住穿着浴袍男主的腰，下场自然是惨烈的女配被丢出别墅。苏月摇摇头，将不自觉浮现脑中的场景晃走。简北辰眼底泛起不耐，苏小姐有事吗？夜半敲门盯着他的发呆，最好不是他想的那样。回过神的苏月对上男主露出嫌恶的脸，顿时喉中一梗，是他犯蠢了，认为男主现在刚回来，正好把事情说完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自己好像被误会了。苏月很想大声喊一句，就算你是蟠桃会里的蟠桃，也并非人人都愿意吃好吗？最后他忍了，有些气愤的道：“如果方便，现在去书房咱们谈一谈苏锦的事情；如果不方便，明早在你上班前咱们谈谈苏锦的事情。”苏月说了2个选择给简北辰。这次过后，男主的房间他日后见了绝对绕开走，再来主动敲一次门就是猪。看着眼前突然变得有些气愤的人，简北辰想了想，然后道：“请苏小姐去书房等我。”苏月直接转身离开，没有一丝犹豫。经由此事，他得了教训，自己这个带有敏感女配的身份做事时，特别是面对男主要更加小心。简北辰并没有让苏月久等，他只是换了件居家服就来了。简北辰坐下，直接开口问着：“苏小姐要说苏锦什么事？”苏月同样不想和男主过多的寒暄，对方直奔主题，他也不啰嗦。苏阳答应再住一阵子，但是简先生要给他买一只狗，他之前一直想要养狗，我没有同意，他愿意住下来是因为我说简先生要给他买一只狗才答应下来。见简北辰没有说话，苏月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继续解释道：“父子之间血缘亲情是天生的，但感情需要培养。接下来你可以陪着苏锦买狗、养狗来增加父子互动，让他对你产生感情，这样苏锦才会愿意留在你身边。”苏月说的苦口婆心，这是他的真心想法。苏锦之所以不想待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对简北辰没有感情。这对父子俩每日说的话可能不超过20句，就这样小孩子不想走才怪呢。片刻，简北辰蹙眉，语气带有一丝僵硬道：“我不喜欢狗。”行，他刚刚那番话说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明天我带苏锦走。苏月也不废话，孩子不给了，他把苏锦交给亲生父亲，就是因为知道男主会待他好，结果现在为儿子养条狗都不愿意。苏月走到门口，门还没等打开，就听到后面传来简北辰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我买。”好，简先生说到做到。说完，苏月开门走了。他知道男主怕狗，一见到狗就心跳加速，手脚僵硬，后期好像因为女主而治好了这个心理恐惧。苏月就是想看看男主会不会为了苏锦让步，好在男主答应了。即便是知道书中剧情，苏月仍是忍不住试探1、2，他要确定田野儿子的生活无忧无虑。苏月今晚睡在客房，他来到苏锦房间，看到小包子的确睡着了，他将小台灯关上，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这一晚众人睡得都很好，除了简北辰，因为他要去领苏锦去买狗。早餐的餐桌只有2个人，
苏锦喋喋不休地说着他想要什么样子的狗，要给狗狗买什么样的狗绳、狗盆等等。简北辰垂眸，苏月说的很对，答应了买狗后这一早上的时间，苏锦对他说的话比过去3天都多。简北辰扫了眼苏锦旁边的空位置，你妈妈呢？苏锦喝了口豆浆，然后拍拍肚子道：妈妈说我昨天吓到她了，今天要睡到中午才起。其实是苏月想赖床，但在便宜儿子面前又不想暴露这个事实，故此找了个糊弄孩子的理由。简北辰看着坐在椅子上拿着 iPad 来回翻着狗狗照片的儿子，缓缓开口道：你妈妈平日也睡到这个时候吗？苏锦放下 iPad， 坐直身子，表情严肃地看着简北辰。简北辰动作微顿，眉头挑起，看向儿子道：怎么了？苏锦感叹地说道：妈妈猜得好准哦。苏锦学着苏月的语气说了一句：请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是妈妈让我说的，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就这么回你。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和你有关系吗？请管好自己。简北辰听懂了话里隐含的意思，握着叉子的手紧了紧，他对着苏锦扯了扯嘴角。苏月很好。本以为安排好一切的林婉，却又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才睡醒的林婉点开邻居发来的语音，直接懵了：小林啊，你家被砸了，快回来看看吧。啊，妈妈，咱们家被砸了。突然身后冒出的林阳吓了林婉一跳。林阳本来想给林婉送些吃的进来，却没想到听到了家被砸的消息。林婉安慰着林阳：没事，妈妈回去看看，应该是隔壁张阿姨搞错了。林阳一脸担忧，他也想跟着回家，但林婉一定不会同意。林婉匆匆起床，交代林阳2句就赶紧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他的家的确是被砸了。林婉先去派出所做了笔录，小区比较老旧，摄像头死角多，来往的陌生人也很多，所以锁定嫌疑人比较麻烦。屋内没有物品遗失，再看家具的损坏程度，对方分明是故意找茬。原主是个老好人，应该没有得罪的人，而他的性格就强硬多了。从穿越过来到现在没多久，能够让人砸了他家的人选，应该只有幼儿园里和林阳起过冲突的徐子浩的母亲。对方刁蛮的样子不像个会善罢甘休的。在幼儿园群里找到徐子浩妈妈的手机号后，林婉立马拨去了电话。接通后，他直言问道：我家是你砸的？手机那头的徐母顿了顿：你是林婉？呵，你在说什么？可别乱污蔑人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徐母的声音满是得意：不用再问什么，林婉已经可以确定，他家就是这女人派人砸的。林婉挂断手机，将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这女人是真的惹到他了。他撸起袖子，他得先把屋子收拾出来，然后再去收拾人。另一边，富氏集团内，因为答应了下午陪儿子去买狗，负责严处理完所有工作，便提前下班了。而工作狂副总的早退行为，也再次坐实了公司内部总裁恋爱的小道消息。然而，负责严回到别墅后，却发现早上还一脸雀跃的林阳变得闷闷不乐。见到他回来，也不催着他去买狗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又长叹了口气。儿子的表现让负责严想忽视都不行。他开口问道：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很不孝，妈妈在家受苦，我却跟你在别墅里吃香喝辣，真的很不好。负责严心里有些说不上来的滋味。他刚刚居然以为儿子会说和自己有关的话，我不要小狗狗了，你陪我去看妈妈好不好？有人把我家砸了，妈妈还骗我，不肯跟我说实话。负责严看着林阳失落的可怜模样，很是不忍的脱口而出：走吧，好爷，谢谢你。听到这话的林阳猛地窜起身，马上就好，我去拿书包。负责严沉默了，他竟然被小坡还摆了一道。豪车驶入熟悉的老旧小区，负责严领着林阳下车，到了楼梯拐角，林阳看到自家屋门没关，立刻小跑了过去。这边林婉刚收拾完屋子坐下休息，他坐在沙发上累得不行，连起身关个门都不想。忽然远处传来的一声林婉，让他有些恍惚，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。随着哒哒的脚步声跑近，只见林阳扑了过来：你怎么回来了？林婉下意识看向门口，就见到了跟着进来的负责严。家里果然被砸了，你看这墙，还有我们的电视机、洗衣机，还有这里，呜哇哇哇，到底是谁把咱们的家给砸了？林阳自小性子就比较看家，发现屋子里少的东西越来越多，直接就绷不住了。他这回是真的伤心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林阳这一哭，看得林婉也难受。没事，东西没了可以再买，不哭不哭，坏人已经被警察叔叔抓走了。负责严眉头紧蹙，终于开口问道：怎么回事？当初他派人调查到林婉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越相处，负责严越发现林婉和调查中的内容完全不符。面对负责严的问话，林婉心里有了别的想法，与其自己费力的去找徐家麻烦，不如让负责严出手，何况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这是他处理，还能提升在儿子心中的地位。林阳，和你爸爸说说，额头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林阳抽了抽鼻子，指向头上还未消退的一道痕迹，这是徐子浩伤的。当时是他说我没有爸爸，污蔑我偷他橡皮，还叫来他的妈妈欺负林婉。徐子浩的爸爸我见过，胳膊花花绿绿的很吓人。林婉跟着解释道，当时徐子浩的妈妈想用钱解决问题，不肯让他儿子道歉，然后我们发生了肢体碰触，他离开时就恐吓我说要去找她老公收拾我，我想这应该就是徐家做的。林阳听到这挥了挥小拳头，是徐子浩爸爸将咱们家弄成这样的。林婉，你送我去幼儿园，我要揍他。负责严拧眉看向林阳，徐子浩经常欺负你，他总是说我没有爸爸，说野种才没爸爸，但我也揍他了。野种这个词，林阳从小听到大已经麻木了，但这话听在负责严耳里就非常刺耳了。负责严神色阴翳，说这种话是他缺少家教，父母没教育好，你有爸爸妈妈，不是野种。他看向林婉道，这件事情我来调查你。然而话音未落，就听外面传来棍子敲响墙面的声音，徐父带着几名手拿棒球棍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屋子收拾得挺干净啊，那我们兄弟岂不是白费劲了？徐东进来直接坐到沙发上，你就是林婉，那你是他的姘头。徐东说话时满是猥琐之感。徐先生，大人间的恩怨不要牵扯孩子。林婉话没说完又被打断了，不牵扯孩子，那我儿子怎么伤的？就是你家狗仔打的。今天别管大人小孩，谁都别想好。徐东面露凶相，话音刚落，就被一个小球给砸了脑袋。丢出小球的正是气鼓鼓的林阳。林婉看到徐东恶狠的眼神，连忙将林阳拽到身后，你这是在犯法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徐东笑了笑，是又如何？真出事了他也有替罪羊顶着。他拿过棍子指着林阳道，哪只手打我儿子的？今天我给你手指打断。然而饶是这般威胁，也不能妨碍林阳的无畏起也，要不是被林婉按着，估计早就冲上
上去吧。林婉出声警告徐东，这次你要是伤了我儿子，此事就不会善了。他回头看了眼傅泽言，他的脸已经快结冰了。搞笑，你一个寡妇带个拖油瓶能把我怎么样？靠这个小白脸拼头吗？徐东将视线落在了傅泽言的身上，你是却不想他只来得及说了2个字，就被傅泽言一脚踹飞了。原本气得眼红的林阳呆住了，眼睛亮晶晶的看向傅泽言，好厉害！见老大被打，在旁的几个小弟才一起冲了上来，然而还没到傅泽言身边，就发觉身后被人拽住了。突然冒出了3名西装男在拉着他们，面对专业的保镖，小混混们便有些不够看了。此时摔倒的徐东坐了起来，看到骤变的局面有些不知所措。徐东压着脾气扫了眼在旁边的3个保镖，将傅泽言当做了啃老的公子哥。你可认识四化建筑公司的赵群赵总？说完这句话，徐东察觉到傅泽言神色微变，心想他一定是怕了。他得意的继续说道，赵群是我大哥，你今天打了我，他一定会为我出气。赵群这人傅泽言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他中了傅氏接下来一个大型游乐场的标，现在那份文件就放在傅泽言办公桌上，只等他签字合同即可生效。他会管你？傅泽言饶有兴趣地问道。那当然，那可是我10几岁就跟着的大哥。徐东敢如此跋扈，正是因为背靠赵群这棵大树。可以，你叫他来，今天就把事情解决，以绝后患。傅泽言坐在了徐东的对面，明明只是普通的坐姿，却莫名给徐东很大的压力。看傅泽言这不在乎的模样，徐东心想，等他大哥来了，看这小白脸怎么痛哭流涕。不过是个依附家里的公子哥罢了，他大哥黑白2道通吃，可是和傅氏集团都有合作的。大哥，救命！有人要杀我！对方点名要见您。事实证明，赵群的确很看重徐东这个兄弟，不到30分钟他就过来了。赵群看清屋内情形后，瞧向傅泽言的目光带着审视，他不认识傅泽言。赵群来本就是给徐东撑腰的，无论哪方有错，他自然要帮着徐东说话，却不知自己今日所为将会是此生最后悔的事。几人说到最后，傅泽言长长叹了口气，原来赵总是个会对手下的错误视若无睹、强词夺理之辈。赵群眼底划过冷意，小兄弟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。傅泽言的语气锐利起来，你这样的人所带的工程我无法信任。赵群闻言再次打量起傅泽言，总觉得他有些眼熟。我是四化建筑的经理赵群，不知道先生如何称呼？傅泽言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看了眼赵群的裤子口袋，语调慵懒，赵总，你来电话了。赵群掏出手机，是公司项目经理打来的电话，一按下接通，就听项目经理急躁的声音传来，赵总不好了，傅氏刚刚通知咱们没有中标。什么？刘经理不是才说上头签个字就成了吗？赵群猛然惊起。傅泽言语气淡淡，看来赵总是听到不好的消息了。赵群脸色骤变，是你搞黄了我和傅氏集团的合作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傅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从头到尾我只是想解决这件事情。傅泽言用手点点徐东的方向，赵群脸色不自觉白了起来。今天他的确惹到了一个惹不起的人，来之前他看到这样的小区才起了轻视，没想到遇见了硬茬子。他掏出一张卡放在桌上，这里有10万，用来赔偿损坏的物品以及这位小姐的精神补偿，本人对这样的误会十分抱歉。徐东，你现在对2位道歉。有了赵群的吩咐，徐东顿时没了之前的嚣张，点头哈腰，好不卑微。徐东和赵群离开后，傅泽言审视的目光又落在了林婉身上。林小姐，此事和林阳有关，我不会袖手旁观，你可以大方与我说，不必拿孩子当法子。他说完便起身去了林阳的房间。林婉待在原地，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以为是他故意让林阳知道徐东会来找麻烦，然后让儿子把他引来解决这个事情吧？林婉知道女配不得人心，但自己明明没有坏心思，却被莫名扣上了帽子，这就很有问题。他气冲冲地走到林阳的房间，打算和对方好好理论理论，可还没等他推开门，傅泽言又从屋内出来了。林阳今晚要住在这里，明天我接他回家。傅泽言说完就从林婉面前跨步离开。林婉真是要被气死了，如果不是看他是孩子的爹，他才不会搭理他。次日上午，傅泽言早早守约到达，林阳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了。林婉轻声提醒，快去洗漱，你爸爸来接你去买小狗了。你不是要买小狗吗？林阳一下清醒过来，直奔着卫生间跑去。收拾妥当后，林阳在出门前又开始耍熊了。为什么妈妈不能陪我去？林婉，我要林婉。听着儿子因哭得太大声连连咳嗽，傅泽言不忍心了，他看向一旁无动于衷的林婉，犹豫片刻后开口，林小姐没事的话就陪林阳一同去吧。林婉没想到傅泽言会开口邀约，以他对便宜儿子的了解，最多再哭3分钟就可以结束了。他回道，我确实有事。傅泽言一顿，没想到林婉拒绝了。3分钟后，林阳仍在哭嚎，他这回能坚持这么久，纯粹是因为发现以前的招数虽然对妈妈失效了，但便宜爸爸好像吃这套，于是他哭得更加卖力，想让傅泽言帮他劝妈妈。林婉没了耐心，小孩子就是这样，有了撑腰的人就会变本加厉。妈妈今天时间很紧迫，要去很多家商场挑选布料。林阳，哭解决不了问题。林阳听言哭得更大声了，妈妈不在场，万一他挑的狗狗妈妈不喜欢，到时候他回家，妈妈不让狗狗进门怎么办？傅泽言看着抓住他衣袖的林阳，心里软成一片，终于还是问出了口，林小姐要选什么样的布料？傅氏旗下有公司经营服装产业，布料可以任你挑选，你先陪林阳一同买狗，然后再去选布料如何？傅泽言说着解决办法。林阳闻言也不哭了。傅氏集团的服装产业林婉知道，但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没想过去攀逞男主，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，有原则，却也不是那种认死理的人。既然已经有了更妥帖的办法，他也不会摆出全要自己动手的模样感动自己，不违背原则的捷径，他还是愿意走的。林婉和林阳一起上了傅泽言的车，本来是先要去宠物店的，但林阳的肚子却在咕咕叫，傅泽言便吩咐司机换路，来到了会所吃早餐。而当看到写着上善若水4个大字的私人会所时，林婉脑中又回想起了小说里的狗血剧情。
本该在交出儿子后自动退场的女配亲妈，却在儿子的推波助澜下走上了女主剧情。一心只想从狗血原文中抽身的林婉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因为坑妈儿子的一句撒娇，她竟就被男主带来了婚后才领着女主来的私人会所，而且还见到了原书中她最大的死对头男主的好友夏令约。这一次，林婉绝不会像原主那样，为了接近男主而巴结他身边的哥们。林婉刚沾着儿子的光，在私人会所吃了豪华早饭，包厢门就忽然被推开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副总居然没在公司，进来的男人睡眼惺忪，显然是才从昨夜的宿醉中清醒。然而当他看清包厢内的情况后，当时像是见了鬼，泽言居然领着女人和小孩来会所，他不是还在做梦吧？林婉一时间没认出他是谁，直到从傅泽言口中听到了夏令约这个名字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这是男主最铁的哥们，男女主爱情路上的头号助攻，也是踩他这个女配最狠的人。思及此，林婉收回视线，惹不起躲得起，他可不会像原主那般为了巴结男主而去讨好他的好友。夏令约迅速凑过来，对着傅泽言挤眉弄眼，泽言，你这有情况啊，他叫林阳，是我儿子。傅泽言没有对外隐瞒的想法，夏令约看向林婉的眼神瞬间变了，能拿下傅泽言还给他生下孩子的女人，他太好奇了。这位是孩子的母亲，叫林婉。傅泽言又补充了一句，夏令约仍有些发懵，等等，林阳、林婉，这孩子竟然不幸福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带球跑文学？夏令约眼中升起难掩的兴奋，可恩，林小姐你好，不知道林小姐在哪高就？对上夏令约探究的双眼，林婉十分平静回道，无业游民。傅泽言有些意外，他以为林婉一定会在夏令约面前美化自己，可现在却似乎对他连眼都懒得多看。夏令约对此不以为然，不愧是能够拿下泽言的女人。林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下月初我有一场画展，欢迎你过来看。林婉淡笑道，好，有空的话我会去。见林婉淡然的表现，夏令约越发觉得她很高深。在傅泽言介绍她时，林婉的反应分明是认得她，可即便知道她的身份，知道她是傅泽言的朋友，林婉却依旧没有要攀谈的想法。三个大人说话间，林阳有些不耐烦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吗？吃完饭就该陪我去买小狗狗了。听到这话，傅泽言直接起了身，改日再谈。林阳想要买只狗，我先带他过去。夏令约声音猛地拔高，买狗？他眼前的人还是傅泽言吗？先走了。傅泽言无视他惊讶的表情，转身便领着林婉和林阳离开了会所。3分钟后，夏令约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拿出手机，打开群聊就是一阵输入，兄弟们，重大发现，傅泽言有儿子了。上车后，林阳的心思全在即将要买的狗狗身上。林阳想来想去想不好品种，问林婉买什么样的好。林婉说买狗随眼缘。于是到了宠物店，林阳第一句话就是我想买只眼睛圆圆的小狗。最后在店员的介绍下，买了一只小金毛。妈妈，这是你说眼圆的小狗，你看是不是很圆啊？林婉嘴角一抽，呵呵，是很圆，宝贝真会挑，妈妈很喜欢。坐在一旁的傅泽言连自己都没察觉到，看着母子聊天的画面，他嘴角勾起。买完狗后，林婉让林阳带着小狗回去给他安置新家。正值中午，佣人已经将午饭备好，傅泽言却没有下车。他为了陪儿子买狗，将所有工作都推到了下午。他现在必须回公司，没了男主的存在，林婉反倒自在些。母子俩先是吃了午饭，然后开始为狗狗装饰他的家。屋内，佣人们不着痕迹地观察着林婉，大家都在想这会不会是未来女主人，毕竟是孩子的妈妈。于是，在林婉领着林阳进屋时，明显感受到了佣人们态度的不同，大家好像殷勤的有些太过了。安置好狗狗，林婉正欲和林阳告别去忙自己的事，却不想这时佣人走到他的跟前说道：“林小姐，有客人来了。”林婉蹙眉，傅宅有客人来了和他说什么？很快，管家领进来了一名女子。看清来人后，林婉双眼微撑，本该半年后才登场的女主，怎么现在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还是在男主不在的情况下？周强露出甜美的微笑，管家伯伯，您还记得我吗？管家是整个傅宅工作时间最久的人，只是周强这进门来的一路不说，到屋子里才说这句好似客套的话，分明就是故意说给林婉听的。当然记得，周小姐这边请。管家将周强引到林阳面前，这是我们家小少爷，还有这位是林小姐。林小姐你好。周强先和林婉打了声招呼，然后蹲在林阳跟前轻声道：“你是傅哥哥的儿子。”你好啊，这是阿姨做的糕点，味道不错，要不要尝尝看？林阳从小就不爱吃软塌塌的东西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是很喜欢这个阿姨，笑得不如林婉好看。林阳应了一声，接过糕点，然后放在桌上，没有要吃的意思。周强见状，又用诱哄的语气道：“洋洋吃这个好不好？草莓味的喜欢吗？”林阳小脸绷紧，他最讨厌别人叫他洋洋。可恩，周小姐，林阳不喜欢吃糕点。林婉在旁提醒了一句，难怪最初女主和便宜儿子不对付，才见面他就踩了林阳2个雷区。周强神情讪讪地放下糕点，转而看向林婉，不知林小姐在哪里高就。林婉挑眉，怎么都喜欢问他的工作问题。他淡淡答道：“无业游民。”周强没有接话，而是脸上升起了担忧的表情。林婉视若无睹，女主明显在等着他问怎么了，他才不会问呢。林婉没去搭理周强，继续和儿子开始讨论起了狗狗的话题。不料周强又插进话来：“这只狗狗是新买的吗？看着很可爱呢，但傅哥哥狗毛过敏，林小姐不知道吗？”这个林婉还真不知道，男主什么时候狗毛过敏了？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林婉灵光一闪，她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原书中傅泽言怕狗确实只有夏令约知晓，而他为了掩盖怕狗的糗事，对外说成狗毛过敏，这样他不去接触狗就顺理成章了。周强又叹了口气，哎，傅哥哥从小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。林婉挑眉，男主是话少，但哪里不善言辞了？这女主怎么有股绿茶味？书中描述的女主直率乐观，遇事永不服输，也正是这样纯粹的性格，才在后来吸引了男主的目光。但眼前的周强明明心中有敌意，却要装作想和你做好姐妹的架势。林婉最讨厌这种人了。不好意思，周小姐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，待会儿我还有事情。说完，林婉对儿子干脆道：“
妈妈先回家了，你在爸爸这要乖乖听话。林阳委屈巴巴，却在察觉到林婉的神态后不敢耍小性子，只好撅着嘴回了句知道了。林婉是和周强一同离开的，车库距离别墅还需要走一段路，这期间周强又向林婉打听起事来。林小姐是怎么和富哥哥认识的？她也真够保密的，我们这帮朋友从来都没听说过呢。周强仔细观察着林婉的脸，想从中看到变化，可惜林婉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这些事我不方便对周小姐说，周小姐若是感兴趣，可以亲自去问傅先生。林婉提起傅泽言时，用着极为生疏的称呼，她有意让女主知道自己不是她的情敌。周小姐，我先走了。林婉随即上了车，看着车子消失在眼前，周强心下微凛，这个林婉和嫂子说的很不一样，她不是普通的拜金女人，必须得好好调查一下她。与此同时，别墅花园中，管家拿着手机紧盯着出口处，事无巨细地将二人交谈的内容转告给傅泽言。电话另一头的傅泽言沉默着，周强是否回来他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只是没想到周强会去他家，并且还和林婉遇到了。他没吩咐管家拦人，让周强去和林婉接触，只是觉得或许有人刺激，林婉会更快暴露出目的。不知为何，林婉越是表现的和调查资料不同，给他的感觉便越奇怪且强烈。听管家描述两人的对话，没有亲自见过二人相处的傅泽言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个结论：周强不是林婉的对手。傅泽言拿出手机，看着屏幕上林婉的号码许久，而还没等他按下通话键，这个号码的主人就打来了。傅泽言双眸半合，接起了通话。傅先生在忙吗？林婉问这一句话时，总裁特助刚来到敞开门的办公室外，看到傅总在打电话，他停下了动作。傅泽言对电话另一头回道：不忙，请说。然后又抬手对着特助挥了挥，特助猛了一瞬，才小心翼翼将门关上。明明傅总今天的工作都排满了，晚上可能还要加班，可他竟然对电话那头的人说不忙。哇塞，傅总好像真的谈恋爱了。傅泽言不知道下属一系列的反应，他正在听林婉道歉。傅先生非常抱歉，我才得知傅先生狗毛过敏，回来的一路上，傅先生一定忍得很辛苦吧。傅泽言沉默了。林婉不想和男女主有纠缠，可现在女主分明是盯上他了，而能对付女主的只有男主。被女陪妈塞回给爸总爹的儿子第一次撒谎，竟然是为了躲在被窝里看妈妈参加比赛，却不想屏幕里的比赛才刚开始，林阳就被赶回家的便宜爸爸抓了个正着。而当傅泽言看到林婉偷偷上了傅氏赞助的比赛时，他立刻脑补出这是林婉为了引起他注意的心机手段。又怎料林婉早就不是原来的憋屈女配，前世在时尚圈，她在服装设计领域可谓独占鳌头。这一世，她想赚钱，想独美，自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一开始她看中的是比赛的奖励以及各种扶持，就算在报名成功后注意到赞助商内栏有傅氏集团，她也根本懒得和男主多说话。她相信自己的实力就是底气，到哪都不会虚。傅宅中得知小少爷说自己头疼脑热后，管家立刻请来了家庭医生。经过看诊，医生非常肯定地对管家道：小孩子是在装病。管家听闻，随即给傅泽言电话汇报情况。傅泽言回到家，直接上了2楼敲门，就听见林阳佯装虚弱地说着请进。进到屋内，傅泽言一眼就看到了压在枕下平板露出的小脚。生病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头晕，想睡觉。对上傅泽言的眼睛，林阳下意识地躲闪。傅泽言抬手指了指林阳的枕头下面，林阳表情微微一僵：你能装作没看到吗？傅泽言摇头。林阳只得垂头丧气地将平板抽了出来：你没有生病。傅泽言以为被揭穿谎言的林阳会害怕或者慌张，可他却很平静地说道：是我装的，为什么要装？下一刻，傅泽言就看到林阳得意笑了笑，然后将视线落在屏幕上，静音键被他取消，平板内传来了女主持人的声音。接下来参赛的设计师是32号选手林婉。林婉入场瞬间吸满了观众缘，这小姐姐真是资历过关的设计师吗？要我看就是清纯女高一枚。怎么办？我又恋爱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婉，这是我依照预赛主题庄周梦蝶设计的长裙。梦是一种境界，形也是一种境界。林婉设计的这条裙子如梦如幻，分为2个层次。会场灯光关掉，场上的裙子便好似月光一般，散发出温柔的荧光。从直播里能清楚地听到在场观众的一片感叹声，评委的反应也足以证明林婉的优秀。她在海选中拿到了直通跑，不必再进行 PK 赛，直接进入30强。此时后台中同样报名参赛了的原女主周强心里恨得牙痒痒，她本想借这次比赛在傅泽言面前重现光彩，却不料被林婉压下了一头。而此时的傅宅中，林阳看着林婉出场后一脸骄傲：妈妈好厉害，设计的裙子真漂亮。而后又转头对傅泽言道：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去上学了。傅泽言直言问道：你是为了看妈妈的比赛所以才装病不去上学，为什么不明说？林阳低着头不说话。傅泽言顿感棘手，僵持片刻，他再次开口：你如果不说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林小姐。终于，林阳有了反应，神情充满了犹豫和思考。妈妈不让我跟你说和她相关的事，如果我说要留下看直播，你就知道妈妈的事儿了。傅泽言双眉微抬，回想起了台上靓丽的林婉，她到底想做什么？如果这些也都是她的手段，那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女人极为深不可测。林阳，以后你要做什么，可以随时和我说明。像今天这样撒谎，想必林小姐也不会喜欢。我可以保证，有些事我可以替你在她那里保密。思索片刻，林阳点头说了句行。果然，一提到林婉，倔强的儿子就格外好劝。即便再心酸，傅泽言也得承认，他和林婉压根不在一个天秤上。父子俩谈完话，傅泽言给张特助打了电话，要了这次服装设计大赛的完整资料。而他刚打开张特助发来的消息，管家便走来汇报：先生，周小姐来访。傅泽言面无表情地吐出一句不见，就上了2楼书房，拿出手机就给之前联系的育儿专家发消息。他发现自己儿子和别家小孩有很多不同，所以得好好咨询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再想一些补救措施。女主上心着男主，男主上心着儿子，而女配嘛，在忙事业。现在的林婉因为比赛时的夜光长裙
群在网上小火了一下。整理好手头的事情，林婉在比赛前空闲了下来。她想着，如果林阳适应了，她就把过户手续办了。这些日子男主一直没提，她也没说，怕的就是男主和书中不一样，让林阳受委屈。现在经过观察，男主对林阳的心是真的，她也就放心了。林婉是悄悄来幼儿园的，她想给林阳一个惊喜。来之前，林婉心情很好，从川书到现在一路还算顺畅，她也没有走上女配的老路。然而这份好心情在看到林阳的瞬间就消散了，因为她看到儿子从幼儿园里慌张跑出来，差点撞到周遭行驶的汽车。她因为躲避车子重重摔在地上，却不哭不闹起身继续奔跑，好像有人在追她似的。林阳跑的方向正好是林婉这边，看到林婉后，林阳眼睛一亮，仰着头欢快地叫着妈妈。直到这时，林婉才看到后面跑过来的富宅管家和司机，二人在看到林阳在林婉身边，重重地松了口气。林阳，告诉妈妈，你跑什么？面对林婉的询问，林阳没有说话。林婉没再逼问，而是走到管家跟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此刻管家靠在车边，腿有些软，他差点要被小少爷吓死了。林小姐，没发生什么事情，原本小少爷在乖乖排队放学，可转眼一下就跑不见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原因。听管家这么说，林婉心知还是得问林阳才行。他跟着管家上了富家的车，在林婉的强势追问下，林阳终于开口了，我想去找你。说着，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自己画的路线图，还在上面标注了到哪里坐几路公交车，需要多少钱，用多少时间，准备的相当充分。你想回来找我，可以给妈妈打电话，或者和爸爸说让他送你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？不行，副总他是坏人。听到林阳称男主为副总，林婉嘴角抽了抽，看来他还是没有被认作爸爸呀。林阳正欲继续说，突然话语一顿，然后视线戒备地看着管家和司机，他们和坏人一个阵营，也是坏人。林婉见状明白了儿子的意思，凑到林阳耳边小声地说着，妈妈和你回别墅，然后说悄悄话好不好？有问题咱们一起解决。林阳点点头，严肃的小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回到别墅时，负责言不在，管家说他今晚会迟些回家。一进屋，林阳就拉着林婉坐在床上，还谨慎地将房门反锁。林婉听林阳一本正经地说起了负责言是坏人的几点罪证。第一，副总在得知自己有了孩子后，对孩子和孩子妈妈不闻不问，不负责任。第二，他试图对孩子使用美食和金钱的诱惑，企图让孩子倒戈不要妈妈。第三，副总想要让孩子与妈妈母子分离，他不是个好东西。林婉听完林阳的解释后才明白，这次他逃跑主要是因为父子有了矛盾。首先是因为某些原因，负责言将平板给没收了，每天只许他玩1个小时，然后还被林阳听到负责言交代管家以后让他和林婉尽量少接触。原本因为平板的事，林阳就有些不开心，一听到负责言说不让他和妈妈接触的话，一下就炸了。妈妈让我来陪你，你却这样说妈妈。林阳确定了，他这个爸爸就是个坏人。可林阳很聪明，他明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知道自己贸然闹腾只会被关起来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林阳偷偷利用每天1个小时玩平板的时间，不动声色地给自己做好了逃跑计划，摸清了回自家小区的路线，然后就发生了今天的事。林婉本想给儿子一个惊喜，没想到被林阳给了个惊吓。听到这些，林婉也要炸了，男主果然不是个好东西，自己帮他和孩子缓和关系，他转身竟然这样回报，他又没有像原主那样对他别有用心，怎么就不能和孩子多接触了？这时外面传来车声，负责言回来了，儿子，我去和副总沟通一下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要个说法。林阳点头，如果是以前他不信妈妈能做什么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他相信妈妈一定能打败坏人。负责言今天晚归是因为和朋友聚会了，他是出名的不醉酒体质，将一桌人都喝倒了，现在也仅是微醺的状态。林婉看他走来，表情一脸严肃，傅先生，我想咱们需要好好谈一谈。负责言抬头看了一眼林婉，随后一边解着西服的纽扣一边走上楼。林婉承认，男主确实长了一张帅到人神共愤的脸，直到负责言从他身边擦身而过，他闻到了一阵酒气，他恍然明白，怪不得平日满是禁欲气息的他，今晚看起来会带有一丝勾魂感。林婉心中腹诽，不过他喝了酒，还能好好谈事吗？走到2楼平台处，负责言顿下脚步，他声音略微低哑，来我书房谈。把儿子还给霸总后，主动退场的女配亲妈，却意外发现儿子竟一心只想逃离豪门，跌回到炮灰妈妈的身边。本想置身事外的林婉终于忍无可忍，她一鼓作气冲到负责言面前，想要问清儿子贸然出逃的究竟，却不想今夜这个一向一丝不苟的男人竟然眼角微红。林婉挑眉走入他的书房，看男人的状态，明显是喝了不少。即便如此，林婉依旧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，傅先生该反省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林阳之所以做出离家出走那样危险的事，都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，让他想逃离。负责言猛地抬眼，电话里管家只说了林阳放学时往外跑，险些让车撞了。没想到林阳这番不顾一切的举动，竟是想偷偷离开傅家去找林婉。对上负责言审视的眼神，林婉深谙他又在心里揣测自己，他懒得多啰嗦，直接走出书房，取回了林阳之前准备好的手绘地图。负责言拿起桌上的纸，一眼就看到了逃跑计划4个大字，那确实是林阳的字迹，这应该是准备许久了。林阳怎么会突然这样？饶是连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副总，此刻怎么也想不明白。林婉言语间不留一丝情面，因为你狂妄自大，认为别人不安好心，想让一个孩子减少对妈妈的接触，孩子又怎可能会喜欢你这个半路出现的父亲？林小姐知道了。负责言表现得相当淡然，没有任何被抓包的心虚。傅先生凭什么让林阳与我少接触？负责言没有想过，在他防范着林婉的同时，也把林阳伤害到了。我认为，对林阳来说，现阶段所接触的人和环境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成长。林小姐的家庭和性格不利于林阳的成长。林小姐本人是什么心思，我就不再多言了。她本人什么心思，倒是说完了。林婉终于没忍住说了句粗话：“你在说什么屁话？”负责言好整以暇地看着林婉，好像在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么粗鲁，我找了国际上知名的育儿专家，孩子方面林小姐不必担心。”林婉看着负责言有些一言难尽：“傅先生迟早要为你的自大买单。”他知道自己说什么
什么对方都不会听进去。既然这样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丑话说在前，接下来我会去忙自己的工作。这段时间如果傅先生听着专家的话，仍没有处理好父子关系，到时候我会带羚羊离开。说完，他不等负责言反应，直接走出了房间。7天后，天路设计大赛30强比赛开始。预赛过后，节目热度最高的就是林婉设计的裙子，甚至引起了外网的不小关注。抽到比赛主题后，选手们各自在房间内开始画设计稿，期间全程有摄像机跟随记录。此时另一边，羚羊正在别墅内看林婉的节目直播。这回羚羊没有装病，而是很认真地向负责言表述道：“我要看妈妈直播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。”电话那头，负责言沉默了片刻，还是没有拒绝他的请求。羚羊欢呼一声，拿着平板上了楼。而挂断电话的负责言，在去谈合作的前10分钟，也点开了天路设计比赛的直播。屏幕里赞赏林婉的弹幕一条接着一条，而林婉则在看完题目后就拿笔画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白纸上就出现了一个小男孩的轮廓。与此同时，别墅2层的羚羊嗤笑了2声，妈妈一定是在想他。负责言也看出来了，林婉画的是羚羊，他紧皱着眉头。林婉难道是要在节目里曝光他和羚羊的关系，借此攀附上富家牟利？这个女人果然图谋甚大。这时，张特助走来提醒，会议即将开始。负责言冷着脸关了手机，边走边吩咐道：“将天路比赛直播中有关林婉的内容都剪下来，过后发我邮箱。”张特助看着离开的副总挠了挠脑袋，难不成这铁树真的开了花？比赛房间内，屋内的广播响起，节目组公开起了这期规则，参赛者需在2天时间内画出设计成稿，谁先完成谁先离开。林婉听完规则，想了想后，拿起白纸动笔画了起来。大概1个半小时，他便起身伸了个懒腰，拿纸出了房间。片刻后，网友们还在好奇林婉去了哪儿时，就听屋内广播播报道：032号选手已完成设计稿，离开天路设计大楼。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才不到2个小时，交好设计稿，回去做成衣时是不能和设计稿有差的。提前交卷的林婉刚回到家，就接到了羚羊打来的电话：“妈妈，我看到你画我了，你真厉害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等你比赛完，第一时间要来接我。”奶声奶气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听得林婉心都化了。他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儿子了。另一边，负责言刚下班回到富宅，管家就前来转达周强前来拜访的消息。一同参加天路设计比赛的周强在林婉走后，像是赌着气似的，在3个小时后也交了稿子，这是他求稳情况下最快的速度了。这次负责言没像前2次那样直接让管家打发走，他倒想看看周强没完没了的来找他，到底想说什么。在管家领着周强走入书房后，羚羊从拐角处出来，趴在门口偷听。他知道这个坏女人一定是要说妈妈的坏话，电视里都是这样演的，他要去拆穿坏女人的谎言。于是1小时后，林婉就接到了羚羊打来的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就听到对面儿子邀功道：“妈妈，我把坏女人骂哭了。”林婉一听羚羊说坏女人，心里瞬间就有了人选。这个时间能去傅家的也只有原女主周强了。从羚羊的描述中，林婉大概得知了事情的经过。一开始周强表现得楚楚可怜，说今天回家才知道原来天路设计比赛有傅氏集团的赞助。他想问这会不会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他知道林小姐都不是那样的人，但他怕傅氏集团的手下会为林小姐开后门。这句话听在羚羊的耳朵里就变成了傅氏给林小姐开后门，他靠手段取胜。羚羊当即怒气冲冲地进了书房，追着周强打。负责言的呵斥根本不管用，直到周强擦着眼泪走了，羚羊才用力推了负责言一下，跑回屋子反锁了门，拿出电话手表和妈妈汇报战绩。羚羊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义的事，林婉却看透表象。周强面上是哭了，心里怕是已经乐开了花。羚羊这么一打，他和负责言的牵扯就多了。难道羚羊注定是男女主感情的催化剂？羚羊，谢谢你维护妈妈，但是这件事你做的对也不对，等下次见面咱们再说。当晚，负责言回来的时候已经10点了，回家就看到了羚羊在客厅坐着等。羚羊早就想好了，今晚坏爸爸如果很过分，他就能顺理成章给妈妈打电话，让他接自己回家。负责言走到儿子面前，一脸严肃：“羚羊，你不能动不动就打人，特别是在没弄清事情的情况下。”羚羊虽然点头哦了一声，却是满脸的不服气。负责言继续沉声道：“首先周强并没有说你妈妈的坏话，而且打人是不好的行为，明天让管家领你去隔壁跟周阿姨说声道歉，以后不可以这样了。”不等负责言说完，羚羊就不耐烦地站起身，指着他怒斥：“你这个坏人，和坏女人是一伙的，我才不听！”负责言眼角一抽，想起育儿专家说可以适当的对孩子进行惩罚，小惩大戒，你给我回房间去，接下来1周都不许玩平板。羚羊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就这样不打他，不骂他，不给关起来，如果只是不能玩平板，那他怎么拿这个找妈妈告状？见羚羊的反应，负责言皱了皱眉头，难道是太狠了？算了，5天不许玩。说完，负责言大步上楼回了书房。羚羊纳闷，没法告状了，也只得气鼓鼓地走回房间。回房的羚羊一脸纠结，到底要不要给妈妈打电话？可这个理由妈妈应该不会来接自己。凌晨，羚羊翻来翻去睡不着，饿得他决定下楼找点东西吃，却不想下楼时一不留神脚踩空，滚落了楼梯。羚羊摔倒的动静和叫声惊醒了别墅众人。负责言第一时间冲了出来，立刻吩咐管家去叫司机开车。羚羊哭得极为伤心，他觉得自己要痛死了，打电话给妈妈，我要找妈妈，林婉，我要找林婉屋。另一头的林婉才睡不久，接到管家的电话时，他还有些懵，什么？羚羊受伤了？半小时后，仁心医院病房区，林婉大步走到负责言出来的病房内，羚羊躺在病床上，手腕处绑了一圈的绷带，闭着眼睛，眉头紧皱，睫毛下还挂着泪珠。林婉小心地给羚羊擦掉眼泪，而后走出病房，对门口的负责言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出去谈。羚羊为什么会摔倒？林婉双手抱臂，眼底满是凌厉，她下楼时脚踩空了。负责言声音有些发哑，周小姐那件事情，最后傅先生如何对待羚羊了？
了？林婉蹙眉问。负责言看向林婉，眼神中带有审视。林阳会突然冲出来打人，又有没有林婉的教唆呢？不然林婉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罚他5天不许玩平板。听到负责言这么说，林婉噎住了。按照林阳的秉性，这根本不叫事，看来大概是林阳自己不注意摔倒的。看来这也怪不到负责言。林婉敛了脾气，想着等林阳醒来再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见他转身又要走，负责言直接伸手按了回去。你到底要耍什么把戏？林小姐，你要知道，我对你出手比捏死一只蚂蚁都简单。听到对方威胁的话语，林婉觉得莫名其妙。林阳在他身边受伤，自己问询2句，这人怎么就突然爆发了？傅先生这是在威胁我？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是在耍把戏？林婉这般强横的反应出乎负责言的预料，他以为对方会如何？负责言也说不出，但不会是眼前这样。林小姐和林阳通过电话教唆林阳做事，负责言话说一半被林婉打断，闭嘴。林婉觉得血压会飙升，接下来的话不用听都知道。你傅家是香饽饽，谁见了都得啃一口是吗？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，我图你钱图你势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林小姐你……负责言话说一半又被打断了。护士跑来说小朋友醒过来哭着要找妈妈。林婉听了这话哪还顾得及负责言，头也不回地奔向了病房。被劈头盖脸一顿训斥的负责言愤然捶了下墙，真是牙尖嘴利，他何曾这般被人落下脸面过？偏偏他还无可奈何。病房内，林阳嚷着要林婉抱，呜呜妈妈，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。没事，妈妈来了，没事了。母子俩相偎在一起，房间内满是温情。负责言过来时，视线落在林阳紧抓着林婉衣角的手上，神色晦暗。待林阳情绪稳定下来后，林婉从他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，情况和负责言说的一样。看来负责言没有因为女主的事情给林阳委屈受，林婉也终于松了口气。夜色已深，林阳也困了，在林婉的拍哄下很快睡着了。林婉小心起身将病房的灯关了，出了房间，回过头发现负责言还坐在外面的沙发上。既然人在，正好把事情现在说了。明天林阳出院，我带他回我那里待2天。现在林婉想开了，他何必在乎男女主那些？他之前都被传输这层观念给桎梏住了。对男主他已诸多忍让，以后他也不躲了，做自己问心无愧就好。负责言一时语塞，这女人是不是有些太喜怒无常了？他还一句话都没说，怎么就好像做了十恶不赦的事一样？林小姐还要参加比赛，怕是照看不过来。林婉冷笑，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照看不过来？麻烦傅先生改改自以为是的习惯。面对如此有攻击性的林婉，负责言沉默了。他想林婉应该是看到林阳受伤的模样，所以有些不理智。他不想做无意义的争执，冷冷看了林婉一眼，沉默着起身离开了。次日一早，林阳醒来后，林婉便带着林阳一起回了小区。母子俩在一起有多欢乐，另一边被抛弃的负责言就有多不开心。暮色降临，书房里的负责言望着窗外，神情凝重。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独自一人开车离开了富宅，而他驶离的方向正是去往林婉小区的那条路。另一边，林婉躺在床边哄儿子睡觉，哄睡林阳，林婉才拿起手机看到了一条半小时前负责言发来的信息：林小姐，有要事相谈，我已在你家楼下，方便的话麻烦下楼一趟。被天降儿子嫌弃的自负霸总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自始至终儿子都和他妈妈一条心，所以在和儿子培养出感情前，他不能再惹怒林婉。然而醒悟后的副总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，不料下一刻就接到了父母的电话。傅家二老竟已得知了他突然冒出了个私生子的消息。负责言自知大事不好，立刻驱车赶往林婉的小区。他到林婉家楼下时已是深夜，而在此刻收到负责言就在楼下等他消息的林婉，在短暂的意外后，立刻就想到了原书中的剧情。负责言这么着急来要来说的事，多半和他家人有关。林婉来到楼下，语气十分不友好：傅先生要说什么事？是又来警告我不要痴心妄想的吗？负责言自知理亏，今天他来也不是要争论的。可我妹妹知道了我有儿子的事情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父母，他们大概半个月后会从国外回来调查你，并给钱让你永远不许出现在林阳的面前。提到父母的行事方式，负责言眼底闪过厌恶。林婉挑眉等着负责言接下来的话。他知道在原书中，傅家父母和男主的关系极为僵硬，林小姐不必理他们便好，他们不会代表我的态度。负责言很肯定林阳和他妈妈一条心，如果自己父母将他惹急了，林婉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听他这么说，林婉只是平静地回复了一句知道了，但先说好，他们对我如果不客气，我也会不客气。负责言对林婉的反应有些意外，最终沉默着点了点头。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林阳一个人在楼上，我有些不放心。直到林婉的身影消失，负责言嘴角勾了勾，他想，凭林婉口齿伶俐的劲儿，想必他父母也落不得什么便宜。负责言驱车赶回富宅，和来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以往提起父母，他总会心烦好一阵，可眼下心中那股烦闷却莫名不见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林婉就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声称是林阳的奶奶。林婉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是负责言的妈妈来找麻烦了。对方先是要求林婉添加微信，说想和林阳视频，杂七杂八的问了一堆问题，到最后口干舌燥的父母才反应过来，一直只有自己在说话，林婉都没有给他回应。傅夫人，你如果想知道林阳的消息，可以给傅先生打电话，我没有义务为你服务，这边还有事情要忙，便不聊了。说完，林婉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将这个号码拖进了黑名单。父母听到电话里的嘟嘟嘟，捂着胸口气得不轻，他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，这般直接给他难堪的事情已经许久不曾发生了。越想越气的父母拿出手机就给女儿拨去了电话。父母电话里将林婉说成了不礼貌没教养的拜金女。闺女，你回国好好查查她，我是绝不会认这个儿媳妇的。傅泽威应了声知道了便挂断电话，脑子里想起了周姐姐说的话，原女主周强不仅是和她从小玩到大的姐妹，还是她在国外的学姐。关于自家哥哥有了孩子这事，傅泽威就是从周强那里听说的。他这次回国便是要打破那个女人的如意算盘。周姐姐性格软好欺负，肯定不是那个女人的对手，他得帮忙。另一边，林婉不知道自己被男主那家子记恨上了，他不对傅家有所求，傅家再富贵也与他无关，因此父母的出现在他心里经不起一丝波澜。而且正在忙事业的林婉也没时间寻思别的，此刻他在想该如何劝林阳别出镜。天路设计比赛节目组今天突然给他打来电话，说节目里需要插播一些人气高的选手在家里的状态。进入30强时，所有选
选手都签约了配合节目组录制的合同，节目组没有给林婉拒绝的机会，只承诺到时林婉不让录的地方他们不会录。节目组这边还算好沟通，可林婉万万没想到林阳成了死犟的那个。为什么不能和妈妈一起上电视？妈妈觉得小杨上电视给你丢人了吗？林阳这般坚决的要和林婉一起上电视，主要是因为之前那场直播，他认得出管林婉叫小姐姐、叫老婆的弹幕，他们想和自己抢妈妈。小小的林阳心里有了危机感，他必须让看直播的人知道，妈妈是有宝宝的人，不能要别人了。林阳眼角挂泪，吸着鼻涕一抽一抽，我就要和妈妈一起上电视。算了，林婉不忍心的叹息一声，他提出让林阳谨声音出镜，毕竟儿子还有男主那一层关系。为了林阳的安全，也为了避免负责言再多想，种种因素还是不露脸为好。外面门铃声响起，节目组的人到了。前来拍摄的总导演刚在周强家里拍完。周强住在市里有名的富人别墅区，总导演也是第一次去。在总导演看来，周强和林婉的自身气质不俗，家境应该也都非常好，却不想林婉会住在这样一个老小区里。更让他意外的是，一进屋就看到一个小男孩跑到林婉身边叫了声妈妈，然后看着总导演鞠躬问好。总导演不可置信的惊呼出声妈妈。在大家眼中，林婉就是个出色的毕业生，怎么可能会有个这么大的孩子？林婉十分淡定地介绍了林阳是自己的亲儿子，并且向导演表示只想让儿子的声音出镜。导演对此十分诧异，出于好心，他隐晦地提醒林婉对外公开有孩子的事，或许网络上会有些不好的声音。年纪轻轻有了孩子，按林婉现在的热度，以后少不了键盘侠的攻击。没关系，我为有小杨这个儿子骄傲。林婉这话是回导演，实际却是给林阳听的。儿子这段时间的状态，明显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果然听到林婉说这话，林阳仰着小脸站得更直了些。见林婉这么坚定，导演也不好再劝，重新制定了拍摄流程。天路比赛在电视上播出的时间为周六晚8点。当天吃完晚饭，林阳就拉着林婉坐在电视机前等节目开始。8点了，妈妈快看！节目刚一开播，母子俩就都愣住了。何导居然把他们的对话做成了片头。节目播出后，网友对林婉有孩子的事情讨论一阵，但没怎么掀起热度。林婉现在虽然有些人气，但和明星相比，她仍是个素人。大家更多关心的还是她会设计出什么样的童装。正在看节目的林婉发现林阳一直在玩自己的电话手表，手表屏幕里林阳竟然截取了节目的片头片段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和妈妈第一次上节目，开心。林婉打开手机点了个赞，就没放在心上，却不知在她点赞后，富宅的管家给林阳也点了赞，随后还将这个片段推给了负责言先生，里面的童声是小少爷。负责言挑眉将视频打开，听到林阳的声音传出，眼神顿时有些复杂。林阳只有在和林婉说话的时候，才会是这般撒娇可爱的语气。说来，林婉竟然带着林阳上节目，他刚准备给林婉发消息，手机又进了一通电话。哥，那女人太过分了，竟然用侄子当博取流量的工具。负责威此刻刚下了飞机没多久，一开手机就看到了节目的宣传，随即便给负责言打了电话。面对妹妹的怒火，负责言表现得很淡然。林阳在电视上并没有露脸，说明林婉这方面有分寸，此事和你无关。负责言语气冷漠。电话那头的负责威一噎，哥，那女人就是别有用心，今天她能用孩子声音出镜，明天就能露脸，她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想利用舆论的压力嫁进富家，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负责言的耐心开始告罄，侄子跟在那个女人身边会被带歪的。负责威满是苦口婆心，他哥在商场叱咤风云，哪知道女人这些小心思。够了，负责言打断了负责威的话，别做多余的事，你再闹出什么事来，我不会管你。说完，负责言挂了电话。听着电话里的忙音，负责威有些想哭。从他选择和父母一同出国时，无论在做什么，对哥哥来说都是多余的事了。不行，便是哥哥不领情他也要做，绝对不能让那女人蒙蔽哥哥。而电话那头的负责言重新点开了短信页面，给林婉发了一条消息：负责威回国了，如果他来找事，随你看着收拾。林婉挑眉，这男主和家人的关系还真是不太好啊。不过他明天就又得去封闭3天录制节目了，怕是暂时撞不上这位来找茬的了。只是这期间，他得把林阳送回负责言那一阵子。看到正在收拾东西的林婉，林阳似有所感的眼眶湿润起来。是舍不得妈妈了吗？林婉笑着问道。林阳嗯了一声，虽然爸爸住的别墅像个城堡，但在他心里，老破小的温馨小窝才是自己的家。可是妈妈要参加比赛，以前姥姥就说过，是她耽误了妈妈的梦想。现在妈妈要去圆梦，自己住在爸爸那里，才能让妈妈不操心。次日一早，林婉刚将林阳送进富宅，就见一道人影从楼梯上飞奔而下。一名年轻女子一把抱住了林阳，激动地喊：姑姑的好侄儿，姑姑！林阳用力挣脱负责威的怀抱，这个姑姑好没礼貌。负责威松开林阳，转而不满地看向林婉：你又是谁啊？我哥哥雇来的保姆吗？面对负责威的话，林婉还没等回击，林阳便先不乐意了。他用力地推了一下负责威：你这个坏姑姑，她是我妈妈，才不是保姆。负责威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侄子竟然推他，果然是跟在那女人身边都学坏了。他尖叫道：我是你的姑姑，有血缘关系的亲姑姑，不是坏人。林婉无视和个孩子都能吵起来的负责威，低头对着林阳认真道：儿子，这可能是个疯子，快到妈妈身后来。妈妈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可以随便推人，你知不知道疯子杀人是不用偿命的。林婉说完，林阳十分配合的点头：对不起妈妈，是我冲动了。见着母子俩一唱一和，负责威气的脸都白了。林阳真是随了他妈妈的德行。负责威看向林阳的眼神带着愤怒，而那嫌弃的模样也让林婉的脸色越来越冷。负责威指着林婉，手指微颤：你敢这样说我？你食指指着我的时候，另外3根手指同时也在指你自己。林婉不再搭理负责威，转身跟着林阳上了楼。他知道负责威这人不坏，但是蠢，有时候被利用做事的愚蠢比心坏更让人气愤。进门后，林阳把门用力关上并且反锁。妈妈别担心，我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，你不要怕。林阳像小大人似的轻拍了2下林婉，然后走到一旁摆弄他的电话手表。你妹妹欺负我，你向着谁？林阳给负责言发去了消息。那头的负责言很快回信：我不在家，你说了算，谁有理我向着谁。他欺负你，你也可以欺负他。